最近，两艘美国海军高度保密的无人舰艇"水手号"和"游骑兵号"出现在驻日美军第7舰队所在的横须贺基地。这两艘无人舰艇属于美国的幽灵舰队，平常都在美国本土进行自主行动的测试。那么，无人舰艇进驻东南亚海域的目的是什么？美国幽灵舰队的性能如何？社交媒体上的视频显示，"水手号"和"游骑兵号"在没有人工干预的情况下进驻横须贺基地。美国在日本有很多军事基地，但横须贺基地是唯一一个带航母的，里根号就在这里。只是美军无人艇出现横须贺基地着实有点罕见，这些无人艇平常都是在美国本土或者是夏威夷海域进行测试。今年5月份，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就进行了第2次多域无人能力演习，也就是无人系统一体化。今年8月份，"水手号"、"游骑兵号"、"海上猎人"和"海鹰号"又在夏威夷珍珠港亮相。相比较"水手号"与"游骑兵号"，"海上猎人"和"海鹰号"是美国海军专门研制的无人作战平台，能够连续航行数周，在大洋上追踪对手潜艇。目前，低成本无人舰艇已经被列为美国海军未来舰队计划的核心之一。五角大楼也是通过幽灵舰队霸主计划进行无人舰艇的测试。没办法，大型有人舰艇的成本太高了，加上可能存在的大国冲突，美国海军的舰队容易被地方拒止战略的打击，所以在美国海军的规划里，未来将由77艘到140艘大中型无人舰艇作为现役有人舰艇的补充。那么幽灵舰队的性能如何？来到横须贺基地的目的是什么？美国海军无人舰艇的发展模式有点像空军的 X 计划。在2001年的时候，美国就测试了斯巴达侦察兵橡皮艇，重量连2吨都不到，光电、红外传感器以及水面搜索雷达倒是不缺，但是火力就只有机炮。不过斯巴达侦察兵只是一个示范，用于验证而已，性能注定不会很好。而且一般来讲，无人装备的初步应用都是侦察、情报、后勤等领域进行试验，如果平台可靠，才会进一步搭载武器。美国验证斯巴达侦察兵之后，进一步推出了舰队级无人舰艇，由 LCS 滨海战斗舰搭载使用。舰队级舰艇长12米，排水量7.7吨，可以携带2.3吨的装备，承担布雷、反潜、打击海盗等任务。2010年的时候，美国又推出了食人鱼无人舰艇，艇身长16.5米，有效载荷超过6.8吨。不过这些无人军舰都是小型的，在无人舰艇技术逐渐成熟之后，美国就开始了自己的大型无人军舰计划，也就是幽灵舰队。从2018年开始，美国海军就在幽灵舰队霸主计划的名义下，将多艘商业快速补给船改装成无人水面舰艇，可以搭载多个集装箱，安装与航行和执行任务相关的设备。2019年，美国海军正式成立水面开发第1中队，负责提出新的战术、作战能力和作战概念，包括如何运用这些无人水面舰艇。2020年，美国开始组建幽灵舰队，其无人舰艇大概可以分为2种：霸王级与猎人级。其中，霸王级负责火力支援，猎人级负责侦察。水手号就是霸王级的第4艘，第3艘先锋号仍在建造中。游骑兵就是前2艘霸王级之一，猎人级就是海上猎人与海鹰号。其中水手号长60米左右，号称功能可以与驱逐舰媲美，也就是1艘驱逐舰和2艘无人舰艇能替代3艘驱逐舰。其后甲板利用长度能达到40米，可以安装美军现役所有的防空以及反舰导弹发射器。按照美国的计划，在火力打击方面，美军打算为大中型无人舰艇加装 Mk41、Mk57 垂发，将其打造成低成本、高杀伤的导弹库。这些安装导弹发射系统的无人舰艇可以充当海上分布式武器平台。而且2022年9月的时候，美国海军就试验了无人潜艇发射标准6，可以拦截多种空中与海上目标，连高超音速导弹都能拦一拦。按照美国海军网站的说法，这些无人舰艇可以
安装 Mk70 集装箱式导弹发射系统，可以快速获得导弹发射能力，甚至还能配备宙斯盾系统与舰队中的其他盾舰连接，从而获得目标数据。在编组方面，目前美军驱逐舰、两栖攻击舰都已经具备对无人舰艇的远程通信控制能力。在环太平洋2022多国联合演习中，美国海军就演练了有人和无人平台联合发射导弹打击水面舰艇。除了这些，无人舰艇还能执行电子战任务、收集情报、反潜和扫雷作战。而且，美国海军计划2023年进行海上加油测试，评估无人参与情况下的补给能力。随着无人舰艇技术的日益成熟，美国海军表示，目前美军已经可以出动2艘无人舰艇执行联合行动，就比如水手号和游骑兵号不再需要跟之前一样动用昂贵的驱逐舰。水手号和游骑兵号来到横须贺基地的目的，火力军估计就是测试性能。这些无人潜艇大量服役之后，可以解决美军舰艇数量相对不足的问题，还能执行反潜、滨海作战支援以及有限的对地攻击、反舰和防空等任务，从而让美军的大型军舰去执行更大、更复杂的任务。除了协助美国海军，无人舰艇还可以在美国其他军种的新作战概念中发挥作用。例如，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远征前进基地作战概念，也就是在一些岛屿较多的国家部署在无人舰艇，在适当时机打击敌方舰船。无人舰艇的作用很多，只有各位想不到，没有它做不到。无人舰艇最大的优势就是无人，什么脏活累活都可以交给它办，比如进入危险水域执行反潜战、扫雷战以及情报侦察之类危险系数极高的工作，最大程度上减少人员的伤亡。毕竟现在的美国单挑无敌，唯一的问题就是人员伤亡。美国想的是以最少的伤亡取得最大的战果，那无人军舰就是最好的选择。重点是无人舰艇的造价还低，这个是所有无人装备都有的优势，只是无人军舰在这点方面更为突出。首先就是居住舱室，要保证士兵吃好喝好玩好，那海水淡化装置少不了。而且军舰航行一次都是几个月的时间，专门腾出几个屋子，种点花花草草以及新鲜蔬菜，改善一下心情，不过分吧？这么一来二去就大大增加了系统的重量。而无人军舰不需要考虑士兵的舒适度，能用就行了，而且很小的无人军舰就可以完成与驱逐舰同等的任务，性价比很高。按照美国海军的作战理念要求，无人舰艇的长度要在60到90米，重量在2000吨左右，相当于一艘小型护卫舰。而且对美国海军来说，无人舰艇也更贴合未来战场，也就是分布式作战方案。毕竟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。海军的无人作战系统其实就跟空军的无人机差不多，在攻击方面，无人舰艇可以称之为狼群战术。当前最容易看到的就是一艘有人舰艇，带着几个小弟执行任务，也可以给这些小型无人舰艇安装各种信号发射机，必要时发射伪装电磁信号，模拟包括航母编队属舰在内的大型海上作战平台，消耗对手资源。有意思的是，美国在2020年还推出一个海上列车计划，大致意思就是无人舰艇在美国沿海的某个港口挨个出发，等到离岸25公里之后，这4艘无人舰艇首尾对接，排成一条直线，画面就相当于一辆火车。美国打算利用这种定制的结构，将无人军舰像一件件车厢排成火车的形状。与火车不一样的是，海上列车没有火车头与铁轨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列车可以航行1.2万公里，跨越大洋到东南亚，在接近目标后又分道扬镳，各自完成各自的任务。等到任务完成之后，这些无人机再次组成列车回到美国。从头到尾，这些军舰上都不会有一个船员。这样组成列车的一个最大好处就是可以保证航程。对于中小型舰船而言，影响航程的最大因素就是星波阻力。带上武器装备之后，续航不够，或者搭载的燃料不够来回往返和执行任务，于是就有了海上列车的概念。
在全程无人干预的情况下，海上列车编队能航行 1.2 万公里，然后独自执行任务，可续航1852公里，然后再组成编队返航。当然，这只是行动预想，具体还没有实现。在技术上，美国也打算再创新高。当前美国海军的无人军舰大多都需要遥控操作或者预先设定程序，自主化程度比较低。在态势瞬息万变的战场，这点是致命的。别人都拿着枪走到你脸上了，你还在计划下一步该走哪儿。所以，美国对海上列车提出了要求，自主行动，打算当一个甩手掌柜。这个仗你们自己随便打，别输了就行。为了实现这个目的，美军计划在海上列车项目中开发动态控制体系架构，使无人军舰之间可以共享位置、路径等信息，鼓励这些无人军舰围殴别人的大型军舰。由于难度实在是太高，海上列车到现在美国也没搞出来。这也是无人舰艇当前最大的问题。相比较无人机，无人舰艇的难度要稍微高了那么一点点。在美国内部，是否需要大规模建造无人舰艇的争议很多，毕竟现在的无人舰艇还有很多技术问题没有解决。就比如游骑兵号，它目前的最大航程在8000公里左右，还无法满足长期海上部署的要求，而且一旦发生故障，无人舰艇就只能原地趴窝。虽说一般的无人舰艇都具备自我检测和修复技术，但是技术如何还没法确定。不过肯定比不上那些经验老道的船员。在维修人员赶到之前，无人舰艇很难自行修复。其次就是指挥问题，按照美军的意思，无人舰艇主要以自主操控为主，但是如果面对威胁的话，还是需要人工远程下达指令。如果通信系统遭到攻击或者联络中断，幽灵舰队也就没用了。总的来说，当前的无人舰艇还不能充当主力，海外远程部署、通信和可靠性方面都有很大的问题。分布式作战舰艇想要穿越大洋部署，就必须具备更大的体量，这就带来了新的技术升级难题以及成本的增加。虽然美国现在提出了海上列车概念，但一直没有具体结果。不过，无人舰艇发展缓慢，主要还是无人技术的大难题没有解决。一旦有了突破，无人军舰的发展速度远超普通军舰的发展速度，起点都不一样。比如隐身这种高科技，无人军舰用不了1-2代就能配备上。对于无人军舰而言，基本上就是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各位觉得美国水手号和游骑兵号来到横须贺基地的目的是什么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大家一起讨论。如果内容有不对的地方，也可以在下方指正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